距离美国最高权力只差一个心跳。哪一天如果川普突然没了，万斯纳就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接班人。美国副总统这个位置，历年来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实权。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就抱怨过，这是人类所能构想出的微不足道的职位。曾经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当副总统时也说自己闲的蛋隐隐作痛。在1953年以前，美国副总统连国家造出了原子弹都没资格知道，纯粹是个负责出席葬礼和剪彩的高级花瓶。当年的杜鲁门在接任总统宝座时，那种感觉就像昨天你还在送外卖，今天就当上美国总统了。罗斯福到底干了什么？杜鲁门是一头雾水。直到理查德·尼克松的登场，他用8年时间把一个毫无实权的备胎硬生生改造成了驱动国家机器的主引擎。而副总统这个位置究竟有多重要呢？其实这是关乎美国一个极度深层的权力问题。如果美国副总统这个位置长期这样闲置，会发生许多连锁反应。按照美国之前的宪法，副总统这个出场设置主要有3大职能。第一，当参议院议长，听起来很厉害，实则啥也不是。这就好比你被拉进了一个由100个顶级政客组成的 VIP 工作群，给你发了个群主的头衔，然后单单对你一个人开启了全年禁言。参议院议长平时是没有表决权的，你唯一的高光时刻是底下这群人刚好死磕成50比50，场面彻底卡壳了。参议长有权投下决定性的一票。第二，当第一接班人，但在老总统出意外之前，国家的核心决策会议连个旁听的板凳都不给你留。第三，当职业吉祥物，竞选时当选票平衡器，选赢了之后，日常工作就只剩去满世界出席政要葬礼，到处剪彩。换做别人，领着高薪当摆设也就忍了，但1953年的尼克松表示不行。1953年，尼克松上任副总统第1年，在尼克松之前，美国政界对副总统外交有一个嘲讽的称呼，叫葬礼外交。哪国领导人去世了，总统嫌晦气或者懒得去，就派副总统去随个份子。但1953年秋天，尼克松向艾森豪威尔主动请缨，不仅要出访，而且一口气圈了19个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历时整整72天。到了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区，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法国逐步通过武力征服了这片区域，并实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二战期间，该地区曾被日本短暂占领。二战结束后，法国人立刻重返东南亚，试图恢复其殖民帝国。法国将领本想在豪华酒店里用香槟和汇报骗他，结果尼克松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他直接要求乘坐轻型飞机低空掠过游击队出没的丛林，甚至亲自跑到泥泞的前线战壕里去跟底层的当地士兵聊天。他这一去，敏锐地察觉到了核心问题，法国人是在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殖民保卫战。只要法国人不给当地人真正的自主权，当地那些亲法派本身就是软骨头，基本一打就怂，他一巴掌过去能当场跪下那种。而当时对面的阵营，例如越南的胡志明，他手底下的军队战斗意志不是一般的强，所以尼克松断定法国人必败无疑。事实证明，仅几个月后，法国精锐就在奠边府战役中全军覆没。这第一步让他强行拿到了外交决策的入场券。到了1954年，白宫玩起了红白脸的戏码。艾森豪威尔是2战欧洲盟军最高统帅，他要在全美国维持一个慈父和全民英雄的超然形象。到了1954年国会中期选举，为了保住共和党的席位，总得有人去干骂街的脏活。尼克松主动接过了砍刀，他坐着飞机横跨美国，在48天内狂奔95个城市，发表了数百场演讲。他把民主党高层从头骂到脚。到了1955年，真正的考验来了。在往后3年里，艾森豪威尔遭遇了3次健康危机。当时的宪法里根本没有总统病危谁来接管的规定，国家机器面临停摆风险。尼克松顺理成章地代为统筹内阁运转，但他立下铁规，绝不踏进总统办公室一步，更不坐那把空置的总统椅。这种清醒的克制，不仅打消了篡权猜忌，稳住了华尔街，更成了后来宪法第25条修正案的实册底稿。在他之前，副总统的权力基本停留在纸面上，而在尼克松的8年任期内，他实际握有的实权可以量化为以下4个核心维度。第一，内阁与国家安全中枢的常务代班。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尼克松不仅是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常驻成员，更是合法的会议主持人。在艾森豪威尔遭遇心脏病、肠道手术和中风的几次危机期间，尼克松主持了19次内阁会议和26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此时他的权力体现为不能代替总统签字拍板，但他能决定高层会议讨论什么议题，以什么基调讨论，并负责向下属部门传达执行指令。这种深度的行政统筹权打破了副总统不干预行政流程的传统。第二，从选票工具到实际操盘手。之前的副总统只是为了平衡地区选票的工具人，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当年被纽约的政治老哥们塞进副总统的位子，目的恰恰是为了架空他，让他远离实权岗位。一旦大选结束，副总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尼克松之后，不仅控制了党内的竞选资金流向，还掌握了对地方议员的政治背书权。地方政客想要白宫的支持，必须先打通尼克松的渠道。他实质上把整个共和党的人事和资源分配权攥在了自己手里。第三，外交决策权。他任内出访了54个国家，且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过去的副总统就是去跑葬礼，去什么地方捡个彩礼。第四，危机接管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突发严重中风，长期瘫痪在床。当时的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
被总统夫人和幕僚完全隔离在外，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外戚干政，总统夫人直接掌权。其实外戚干政这种东西是很可怕的。副总统之所以能顺位接班，是因为他也是选票选出来的搭档。内阁部长之所以能行使权力，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民选国会的听证和任命。但总统夫人呢，她没有经过任何选举，没有经过国会审查，她的权力仅仅来源于她是总统同一张床上的配偶。这种逻辑直接倒退回了封建王朝的血缘与家天下。在一个标榜民主法治的国家里，这是不可接受的法理灾难。同时，外戚干政还有一点极大的弊病，就是责任的推脱。拥有绝对的权力却不用负责，这是灾难。在美国，总统犯了重罪，国会可以弹劾他；内阁部长渎职，总统可以解雇他。但如果是总统夫人乱政呢？宪法里没有任何一条机制可以用来弹劾、罢免或制裁一位总统夫人。在威尔逊危机中，他妻子拦截了所有送往病房的文件，哪些情报总统该看，哪些电报该扣下，全凭他的个人判断。国家大事不再是由专业的内阁智囊团，而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受过专业治国训练的人在病房外凭借直觉做出的独断。比如在一战结束后著名的凡尔赛条约。在美国常规的政治博弈中，无论是健康的威尔逊，还是作为老牌政客的副总统马歇尔，都清楚先上车后买票的常识。为了让美国顺利加入并主导一战后国际秩序，他们大概率会妥协。但在病房政治的运转下，理性的妥协被转化成了对总统个人权威的挑战。总统夫人伊迪丝将任何条款修改都视为对丈夫政治遗产的亵渎。威尔逊构想的国际联盟，其底层逻辑是必须由美国这个新兴的超级大国来提供经济和武力兜底，国际联盟才有实际上的威慑力。美国因为总统夫人的拒不妥协而未能加入国联，导致这个国际组织瞬间沦为了英国和法国这两个破败贵族的清谈俱乐部。这直接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国际联盟形同虚设。后来日本制造918事变侵略中国东北，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俄吞并奥地利，国联除了发表强烈谴责的废纸，连一兵一卒都派不出，都是一坨翔。法西斯轴心国立刻看透了西方的外强中干，胆子彻底被撑大了。在尼克松之前，副总统是一个随时可以被忽略的备胎，而尼克松硬生生把这个职位变成了一个兼具内阁常务副手、执政党实际操盘手和全球高级战略特使三位一体的实权中枢，而且能够在危机下迅速接管的能力。到了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美国政界彻底意识到，不能再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副总统的个人自觉或总统的身体健康上了，必须用冷酷的法律条文写死一套权力交接算法。这就是1967年正式生效的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里面主要是4项条款。第一，以前副总统接班，总有人讽刺他们是假总统，这条规定直接写死，总统死了或辞职，副总统直接转正成为总统，不再带有代理的帽子。第二，如果副总统也死了或者转正了，谁来当新的副总统？以前是空着的，有时候一空就好几年，这就很危险。这条规定，总统必须立刻提名一个新副总统，但必须经过国会参众两院过半数投票同意。第三，总统做个肠胃手术需要全麻，这几个小时核按钮谁管？这条规定，总统可以主动写信给国会，把权力暂时借给副总统，等手术醒了再写封信就能把权力要回来。里根和小布什都曾频繁使用过这一条款。第四，这是最具爆炸性的一款，这就是为了防止威尔逊夫人干政再次发生而设立的。如果总统精神失常或昏迷，但就是死活不交权怎么办？这条规定赋予了副总统带领半数内阁成员向国会提交书面声明，直接合法剥夺总统权力的机制。所以你要想在美国要当总统，身体健康很重要。